在电视剧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》中，陈若华与母亲赵秀丽的故事，如同一首充满波折与温情的交响乐。秀丽陈小艺饰演一个曾经拥有幸福家庭的母亲，却在命运的捉弄下失去了儿子。她的世界从此变得灰暗，唯一支撑她前行的，便是女儿陈若华杨超越饰演。然而这种深沉的母爱，它既像一缕阳光温暖了若华的心，又像一把锐利的剑刺痛了她的灵魂。它让人既感到被深深的爱护，又难以承受其中的压力和重量。秀丽深深地爱着若华，这份爱如此强烈，她想把所有的关心和期待都给予女儿。她渴望若华能够过上最好的生活，为此她不惜一切付出。每天一早，若华还在梦乡中流连忘返，秀丽就已经开始忙碌，为女儿准备丰富的早餐。而当若华工作到深夜回家，秀丽总是守在家门口，心焦如焚的等待，直到看到女儿平安归来，才如释重负。秀丽对若华的学业、生活和情绪都非常上心，总是关心得无微不至。但渐渐的，这种过度的关心让若华感到束缚，就像被枷锁锁住了一样。小华是个很有主见、追求梦想的女孩，她特别希望能够像身边的朋友一样，活得自由自在，恋爱也能随心所欲。但秀丽的控制欲让若华觉得压抑，她总是用担心作为理由来插手若华的每一个选择，这让若华感到无法自由呼吸。若华想去参加社团活动，但秀丽担心这会影响她的学习。同样，若华想和朋友们出去旅行，秀丽又担心她的安全。总之，秀丽总是担心若华做出的决定会对她不利。每次我们尝试反抗或争取某些东西，秀丽反而会变得更加反对和控制我们。在那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环境下，若华不得不开始编造谎言来应对她的母亲。若华其实并没有打算欺骗她的母亲，她只是希望能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和自由，这是每个人成长中都会有的需求。她表面上说回学校修改校刊稿件，但其实她是去参加轮滑活动，享受那种飞快滑行带来的刺激和快感。她其实并没有和系里的杨老师一起去出差，而是选择了和周凯泽去青岛采访。她想要亲身体验那份工作的热情和挑战，所以撒了个小谎。不过她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，感受不同的工作氛围，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。这些谎言在若华和母亲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，让他们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。这些不真实的言辞像一把双刃剑，既伤害了母亲的信任，也让若华感到内疚和痛苦。他们之间的这道隔阂仿佛一道透明的墙，虽然看不见，但却难以逾越。谎言让他们的亲情变得复杂而脆弱，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沟通才能打破这道无形的隔阂。周凯泽的到来让若华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，他是个充满活力的热血少年。他的到来让若华久违地感受到了快乐与自由，他们并肩作战，共度欢乐时光，无论喜怒哀乐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对方。然而这份感情却遭到了秀丽的强烈反对。在秀丽看来，周凯泽并不是若华的良配，她担心女儿受到伤害，担心女儿的未来。秀丽虽然想保护女儿，但她用的方式却没能顾及到女儿的真正想法和需要。她可能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，但却没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并不适合女儿。有时候父母的保护欲可能会让他们忽略孩子的内心需求。希望秀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，找到更好的方式来与女儿沟通。面对母亲的反对和干涉，若华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无奈。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母亲，但同时她也渴望着自由和爱情。她曾试着和母亲坦诚地沟通，希望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，但每次尝试都以失望告终。她知道母亲有着自己的期望和想法，而她的内心却渴望着不同的生活。这种矛盾和挣扎让她感到很痛苦，但她仍然坚定地相信，只要坚持自己的选择，未来一定会更好。秀丽一直坚守自己的看法，不太愿意去听若华的想法和感受。她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不太愿意改变。这样一来，她和若华之间的沟通就显得有些困难了。这种母女间的沟通障碍，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。
仿佛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。妈妈可能觉得女儿无法理解她的期望和关心，而女儿则可能觉得妈妈过于苛刻，无法理解她的感受和需求。这种互相不理解的状况使得母女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，甚至有时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。这种僵局必须被打破，双方需要更坦诚的沟通，才能真正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受，从而改善关系。但命运似乎并不想让这对母女继续这样下去，疏远彼此。3. 有一次，秀丽偶然间揭穿了若华的谎言，她心里充满了愤怒、失望和痛苦，但是这种痛苦让她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。她开始深刻反省自己，试图站在女儿的角度去理解她的想法和感受。她不再只是单纯的责怪女儿，而是开始尝试换位思考，真正理解女儿内心的想法。她明白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女儿沟通，建立更加和谐的家庭关系。而若华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内心挣扎和深入反思，终于决定和母亲打开心扉，坦诚地面对彼此。她跟妈妈坦白了心里的想法和感受，希望妈妈能够懂她，站在她这边支持她。她坦诚地说，她对周凯泽的感情是真心实意的，她真心希望母亲能够为她送上祝福，支持她的选择。这场真诚深入的对话就像是一场洗涤心灵的体验，让这对母女深刻地感受到了彼此在心中的分量。通过这次对话，他们更加珍惜和看重彼此，也更深刻地理解了对方的重要性和独特之处。这样的沟通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，心灵也更加相通。秀丽不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管，她开始给女儿更多的空间和支持，让女儿能够自由成长。而若华也慢慢明白了母亲的辛苦和付出，开始更加珍惜和感激母亲的爱。他们开始频繁地一起参加各种活动，不论是逛街购物还是户外运动，都少不了彼此的身影。他们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，都愿意倾诉给对方听。这样的相处方式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，充满了喜悦和温暖。那段曾经疏远的母女关系，在双方的共同付出和相互理解下，逐渐回暖并升华。通过不懈的努力和真诚的沟通，他们终于找回了那份久违的亲情。电视剧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真是火啊》，它就是通过若华和秀丽这一对母女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了母爱和控制欲之间的那种纠结。这剧告诉我们，家庭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多么的重要啊！不只是要有爱，还得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这份爱，不然就可能造成误会和矛盾。总之，这部剧真的很值得一看，让人深思。母爱确实伟大，但过度的掌控只会让孩子觉得透不过气，心里痛苦。有时候，让孩子自由的成长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爱。身为孩子，我们也应该懂得如何和父母交流，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，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相处。要想在人生路上跑得稳、跑得快，首先得有个和谐温馨的家。家里和睦了，心里就有底气了，走起路来都自带风。所以别小看家庭的力量，它可是咱们人生旅途中最坚实的后盾。